大国战争的回归，兰德公司眼中的中美系统性冲突情景，美国无法承受其后果。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佩洛西窜访引发台海军事危机的关键时刻，美国兰德智库发布了一份对中美系统性冲突情景的判断，证明大国战争的后果是全球性灾难，美国难以承受其后果。该作者提出了4个问题：第一，如果中国与美国发生系统性的冲突，其安全目标将如何变化？第二，解放军如何运作并使其军队现代化？第三，涉及中国和美国军队的冲突可能在哪里以及如何展开？第四，中国军队的哪些显著特征将影响与美国军队进行系统性战争的能力？最近，美国智库推测了美中系统性冲突的几种场景。第一种情况的特点是低强度冲突，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许多领域和许多年中展开。这种冲突可能不是战争，也可能是代理人战争，甚至看起来像是竞争而不是对抗。第二个情景是从低强度战争演变而来的高强度战争，这里说的可能就是实打实的军队之间的较量。高强度战争情景，美国专家设想，在高强度战争中，两国采取侵略行动来摧毁对手的作战能力，这会带来极高的升级至最具破坏性水平的风险，而冲突的后果将是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兰德公司认为，系统性的美中冲突可能会蔓延到全球，以及包括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在内的所有领域。这种冲突将采取一种长期的系统性的形式，可能持续数年，只有当一方或另一方承认战败，冲突才会结束。美国和中国军队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系统性冲突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中美两国更有可能会为双方的直接冲突画设护栏，由此呢，反而更容易出现低强度的战争。那么低强度战争可能会主要通过伙伴国家和非国家团体进行广泛的战斗，战争升级的风险依然很高，因为任何一方都可能会厌倦这种没有结果的战斗，并寻求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结束战争。如果中美发生了直接战争，解放军将会发挥其中程弹道导弹全面领先美国的优势，依靠低成本、低风险的武器和方法来打击美军。战斗可以以中国在整个印太地区进行广泛的导弹袭击为特色，旨在摧毁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军必须考虑应对与中国进行战争的应急措施，这些战争将超越台海等爆发点。对美国不利的情况是，美国规划者不能将美中冲突的前景视为围绕台海爆发的冲突，而应将其视为美国和中国之间跨越许多领域的一系列的冲突。这种冲突可能会持续数年，并给美国军方带来严重压力。你可以理解为，兰德智库认为美军为介入台海与中国打一仗是非常不划算的，持续时间长，被冲击的领域多，后果难以承受。于是兰德智库建议美国政府应该考虑加强其发动低强度战争的能力，这是比高强度战争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低强度战争的模式如果适用于台湾地区，可能是美国在冲突之前大规模地向台湾地区提供武器，特别是那些非对称的武器，以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另外，美军的规划者应该确保其军队有能力保卫中东和印度洋沿岸的重要咽喉要道，并将重点放在联盟建设、有助于恢复信息优势和削弱远程打击能力的武器和平台上。总体来看，美国军队最害怕的是解放军中程弹道导弹的非对称打击能力。解放军的导弹会直接摧毁美军在印太的基地。如果美国干涉台海事务，那么解放军的反击就有可能会一波打残美军，而美国的唯一选择就是战前进行消耗战，或者呢挑起代理人战争。对此，中国也应该给美国画下红线，该出手时就出手，
从而避免未来的统一代价过高。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